就已经面目全非了。他的这个头已经变形了，就是这一边脸凹陷下去，然后牙齿都被打没了。也再也听不到妈妈的安慰了，也再没有妈妈。看到妈妈她很难免会睹物思人，就是很伤心，也是很看不。清晨5点的山村，49岁的农妇杨红秀扛着镰刀出门割草，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家。20多天里，村民们翻山越岭搜寻他的踪迹，而人群中最热心的那个男人，不仅误导大家找错方向，还堂而皇之地走进死者家中，和家属同桌吃饭，安慰祈福。谁也想不到，这个满脸关切的伯伯，正是将农妇残忍勒死，裸身藏入石缝，还压上2块100斤巨石的凶手。更让所有人愤怒的是，当真相揭开，这个手段滔天的恶魔，最终却因待警方找到尸体，被判死缓。这起发生在贵州毕节的命案，藏着人性最极致的恶，也引发了一场关于法律与正义的激烈争议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还原这起令人脊背发凉的案件。时间回到2023年7月3日，贵州黔西市定新乡宝宝寨村的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49岁的杨红秀像往常一样，头戴遮阳帽，脚穿绿雨鞋，背着背篓，手握镰刀出门割草。她的丈夫在外打工，2个儿子在浙江工作，独自一人留守的她早已习惯了这样日出而作的生活。可谁也没料到，这趟再普通不过的农活会成为她生命的终点。在离家不远的红薯地里，杨红秀遇到了同村的熊朝举。按辈分和关系，熊朝举算是她的半个亲戚。杨红秀丈夫的2哥去世后，二嫂就和熊朝举同居了，2家平日里常有往来。但这份亲戚情分早已被熊朝举的私心扭曲。警方后来调查发现，从2021年2人有联系方式开始，熊朝举就频繁骚扰杨红秀，仅2年时间就拨打了197次电话，尤其是2023年5月，近60通电话都被杨红秀拒接。被拒绝的挫败感渐渐变成了怨恨。当天在地里，熊朝举上前质问杨红秀为何拉黑自己，见对方不理会，便伸手强行抚摸她的胸部，2次都被杨红秀用力甩开。遭到明确拒绝后，熊朝举的怒火彻底爆发。他趁杨红秀蹲身割草毫无防备时，一把拽过她背篓里的尼龙绳，死死勒住了她的脖颈。担心杨红秀没死透，他竟持续勒颈长达30分钟，直到确认对方没有呼吸才松手。杀人后的熊朝举没有慌乱逃窜，反而异常冷静。他先若无其事地继续在地里割草，直到当晚7点多，借口去山里抓泥猪，带着锄头返回现场。为了掩盖罪行，他脱光了杨红秀的衣物，将尸体拖进一处隐蔽的石旮旯，又搬来2块分别重108.7斤和153.1斤的巨石压在尸体上，再填土掩埋。之后，他分批次焚烧了杨红秀的衣物和作案工具，还趁夜把镰刀、雨鞋偷偷放回杨红秀家附近，故意制造出他离家私奔的假象。杨红秀失联后的4天里，妹妹多次打电话都无人接听。远在浙江的次子通过家里的监控发现，母亲7月3日清晨出门后就再也没回来，赶紧委托亲戚上门查看。当亲戚踹开家门时，看到的是圈里饿死的鸡和饿瘫的猪牛，家里空无一人。7月7日，家属正式报案。警方最初以被拐卖案立案侦查，随后很快判断杨红秀被害的可能性极大，组织村民展开大规模搜寻。而此时，熊朝举的表演正式拉开序幕。他主动加入搜救队伍，每天都冲在前面，却故意避开真正的埋尸地点，还不断给大家指错方向，误导搜寻进度。有村民后来回忆，熊朝举在搜索时行为古怪，总是刻意远离某个区域，当时大家只当他是胆小，根本没多想。
更令人发指的是，在杨红秀失踪的半个月里，熊朝举多次走进他的家，和焦急万分的家属同桌吃饭，一边夹菜，一边安慰杨红秀的2个儿子：“别着急，说不定很快就找到了。”而私下里，他还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唱歌的片段，甚至在作案次日发了一条配着“你离开以后”的歌词的短视频。画面里是扎着花束的白色面包车。一边是受害者家属的崩溃痛哭，一边是凶手的歌舞升平，这份反差里藏着的是令人窒息的冷漠与残忍。熊朝举的伪装最终被封建迷信打破，因为迟迟找不到人，家属病急乱投医，请了道士来家里做法。道士当着众多村民的面说，人是被掐死的，被石头压着，最多1周就会被发现。这句话像惊雷一样击中了熊朝举，他本就因埋尸的事心神不宁，这下更彻底慌了神儿。之后几天，他失眠、暴躁、吃不下饭，精神状态差到极点。这些反常的表现被警方注意到。7月25日晚，警方通过技术侦查锁定熊朝举有重大作案嫌疑，次日将他抓获刑拘。面对审讯，熊朝举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，供述了杀人、埋尸、毁证的全部经过，并带领民警找到了埋尸的石缝和藏匿的手机。案件的侦破让村民们既愤怒又震惊，大家都以为等待熊朝举的会是最严厉的惩罚，可司法审判的过程却充满了波折与争议。2023年11月，毕节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熊朝举提起公诉。2024年7月30日，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，熊朝举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一审法院给出的从轻理由是，熊朝举被抓获后如实供述杀人罪行，还带公安民警找到被害人尸体，对侦破本案起到关键作用，属于认罪悔罪。这个判决结果让被害人家属无法接受。毕节市人民检察院也认为判罚过轻，依法提请抗诉。家属在申诉中强调，熊朝举的所谓坦白根本不是主动悔罪，而是警方已经锁定证据后的被动无奈之举，而且他作案后毁证、造假、误导侦查，主观恶性极深，完全没有悔罪表现。2025年6月23日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审判决，维持死缓判决，但新增限制减刑的判项。2审法院纠正了1审的部分认定，将熊朝举协助破案的作用从重要作用改为一定作用，认为他虽有坦白情节，但主观恶性深，作案手段残忍，必须限制减刑，堵住他提前出狱的可能。即便如此，家属仍不认可，他们再次申请刑事再审，不仅要求改判熊朝举死刑立即执行，还提出应追究他强制猥亵罪、盗窃罪的刑事责任。因为熊朝举在行凶前有猥亵行为，作案后还藏匿了被害人的手机，并非单纯毁证。而法院最终未认定这2项罪名，理由是没有其他证据证实强制猥亵，藏匿手机是为了掩盖犯罪，而非非法占有，不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。2025年9月，贵州省高院受理了家属的再审申请，截至目前，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。这场审判引发了全网热议，核心争议点集中在一个手段如此残忍的凶手，仅凭协助找尸的被动坦白就能获得死缓吗？法律的慎杀原则是否过度包容了恶行？要理解这起案件的判决争议，就不能绕开我国刑法中的死缓制度。这项制度的核心是少杀慎杀，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但存在酌定从轻情节的罪犯，给予留命观察的机会。若2年缓期内无新的故意犯罪，就会减为无期徒刑。而限制减刑则意味着，即便后续减刑，实际服刑年限也不会低于25年。从法律层面看，2审法院的死缓加限制减刑判决，确实是在严惩罪犯和慎杀原则之间寻求平衡。但公众的愤怒和家属的悲痛同样值得被看见。
在大家看来，熊超举的行为突破了太多道德底线。他是有预谋的骚扰，是因被拒而报复杀人，事后还精心的悔证，伪装好人，全程毫无悔意。他的坦白不是出于良知发现，而是被道士的话吓破了胆，是证据确凿后的无奈之举。如果这样的行为都能被认定从轻情节，不仅让受害者家属承受2次伤害，也会让公众对恶有恶报的朴素正义观产生怀疑。就像检方在抗诉时强调的，熊超举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悔罪表现，完全符合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条件。这起案件也戳中了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：如何平衡法律理性与社会情绪。近年来，我国死刑适用标准趋向宽严相济，这是法治进步的体现。但对于熊超举这类极端恶性犯罪，公众心中恶有恶报的情感需求同样强烈。如果一味迎合舆论，判死刑立即执行，可能违背少杀慎杀的法治原则。可如果完全忽视公众感受，机械套用法律条文，又会让大家觉得司法冰冷无情，动摇对司法公正的信任。除此之外，案件还暴露了农村地区的治安隐患和人际交往中的安全漏洞。杨红秀长期遭受骚扰，却没能及时寻求帮助，最终酿成悲剧。凶手凭借亲戚身份的掩护，轻易获得了接近被害人的机会。这也提醒我们，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，面对持续的骚扰，一定要及时留存证据，寻求警方帮助，不要因为怕麻烦、顾面子而纵容罪行。目前，贵州毕节这起命案的再审仍在进行中，我们不知道最终的判决会是什么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公众期待的不是单纯的死刑结果，而是判决背后能被理解的司法逻辑，既坚守法律的底线，也充分考量案件的恶性程度和社会影响，既不被舆论绑架，也不忽视民意关切。毕竟，法律的威严不仅在于条文的严谨，更在于能让逝者安息，让生者释怀，让每一个人都相信，正义或许会有争议，但绝不会缺席。你们觉得熊超举的行为应该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也请记得点赞关注小薇的频道，我们会持续关注案件的后续进展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小薇说案，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。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和小薇一起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